百期详解紅白機全遊戲巡禮，從經典到冷門一网打盡。大家好，我是雷文，歡迎收看紅白機遊戲終極鑑賞系列，今天是第58期。在回顧這些老遊戲時，發售日期越是接近年底，體育遊戲像是棒球這類的，以及一些休閒類型的就會越多，還有些平時發布作品不多的廠商，在這個時候也都紛紛跳了出來。今天要介紹89年10到11月份的遊戲。紅白机名作童話《遊游記》前篇，這是任天堂發布在磁碟機上的一款文字冒險遊戲，是紅白機名作童話系列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是1987年9月份的《新軌島》，在第26期介紹過。這部《遊游記》也和《新軌島》一樣，分為前篇和後篇兩張磁盤，後篇要晚1個月發布。從封面就能看出，故事取材於《西遊記》，和當時很多其他這類改編遊戲類似，並不是按照原有的內容講述，而是加入了很多惡搞的元素。故事背景是很久很久以前，有個叫趙的小女孩住在中國的一個小村莊裡。某天夜裡，一顆陨石落在她家附近，門被炸開，出現一只猴子。趙給這只猴子取名叫做悟空，並照顧了它一段時間。不久後，悟空被抓走並被關押，趙踏上了尋找光之錘的旅程，以拯救悟空。幾年以後，世界被牛魔王威脅，悟空又被召喚去拯救世界。本作和新軌島都是採用了相同的引擎，所以從系統玩法和 UI 的界面都非常的相似。畫面左側的縱向卷軸顯示信息，右側是當前的場景圖片，下方以橫向卷軸的形式顯示各項可選的指令。除了常見的對話、查看这些命令，這裡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指令，可以切換角色，最多在5個不同的角色間切換，當然要到了後面有了同伴才能使用。相同的场景使用不同的成员进行对話，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選擇合適的人物也是解謎推進劇情的一部分。整體的解謎難度比較低，也基本沒有錯誤選項導致遊戲直接結束的，算是比較友好。另外還有一些問答和簡單的動作小遊戲穿插在遊戲的過程當中。整個的流程分成11個章節，前篇包含5個章節。關於遊戲的故事情節和評價，還是放在後篇的介紹時再來講解。北斗之拳3：新世紀創造七拳列傳，根據著名的動漫改編，東映動畫出品在紅白機上的北斗神拳系列的第3部作品。前2部的時間分別是1986年10月和1987年4月推出的，都是橫版動作的類型。這一作則完全改變了形式，成了一部角色扮演的類型。RPG 的形式一直持續到超任上的北斗神拳5代。遊戲裡的故事基本上按照原作漫畫的情節展開，但也並不完全一樣。內容分成了2大部分，前半部分涵蓋了從原作一開始直到和南斗六聖以及拳王拉奧的對決，後半部分包括了原作第2部裡的天地篇和修羅篇等內容。玩家一開始控制劍次郎，在系統上也是類似勇者鬥惡龍的風格，大地圖探索，城鎮裡和人物對話，也能購買裝備和道具。打開菜單後，除了對話、查看狀態、使用物品這些，最後一項有一個移動指令，當獲得一個地點的信息之後，就能隨時使用這個指令進行傳送。隨着劇情的推進，也有新的同伴。一開始林和巴托對話後就會加入隊伍，圖形上2個人的體型比劍次郎小得多。後面也有南斗水鳥拳的雷伊等幾個經典的同伴角色。隊伍最多4個人，多餘的人能在長老的住所裡替換。大地圖上隨機遇敵，切換戰鬥畫面後，敵我雙方顯示在左右兩側，都是半身的立繪。回合制的戰鬥，選擇畫面下方的各項指令。右邊顯示人物的 HP 和 OP 2個數值 ，OP 是用於使用奧義招式消耗的點數。不管是攻擊敵人還是被敵人攻擊，動畫的效果都是人物的臉上短暫的扭曲變形。還有一點很搞笑的就是劍次郎一開始的戰鬥力還不如巴托，戰鬥獲勝累計經驗值升級獲得金錢。地牢迷宮在遊戲裡也佔有很大的比重，這裡的場景做的實在是很糟糕，通常是一條長長的通道連接着另一條長長的通道。有一些特殊的戰鬥或者是 BOSS 戰時是1v1的對決，只有劍次郎和敵人戰鬥，這時人物的圖形會放大，不過也是回合制的，本質上還是一樣。如果說這是一款和漫畫無關的單純的 RPG 遊戲，就僅僅是一部粗糙的劣質遊戲，御敵率忽高忽低，在2個極端之間徘徊。
戰鬥平衡性差，而且同伴只能在普通的雜兵戰出場，缺乏存在的意義。地牢迷宮的垃圾設計讓人沒有探索的慾望。把漫畫的內容帶入到遊戲裡，雖然整體上沒有偏離原作，但很多地方的處理都相當草率。個人評價2顆星。瞳二，這又是一部漫改作品，改編自小學館的同名漫畫。原作是棒球的主題，主要面對對象是少年兒童群體。原作的故事講述了原本在山裡修行的少年忍者猿飛瞳二前往東京上學，在清空學園加入棒球隊並成為投手，忍術也派上了用場。之後面對各種對手的故事。在遊戲裡，玩家要和其他的學校進行對戰並贏得比賽。這裡並沒有採用常規的棒球比賽玩法，而是以卡牌對戰的形式進行。開始在地圖上選擇想要對戰的學校，實際上是有一定順序要求。選定學校有一段劇情對話，賽前能夠更改擊球手的順序，還能分配額外的力量點數。進入到比賽後，投手和擊球手用出牌的形式決定勝負，雙方同時持有5張手牌，各出1張來進行比較。卡牌上的信息是2×3的格式，防守方和進攻方卡牌上面2橫行的內容不同。投手的牌上有一個棒球的圖案，前2行4個不同的點位代表了投球不同的方向，而擊球手的4個點位上有 M、B 和 J 3個字母， B 代表短打， M 表示中距離， J 表示長距離。如果投手牌上的棒球所在的位置對應擊球手的牌上相同的位置沒有字母，就表示打不中這個球，此時投手獲得一個好球。如果對應位置有字母，接着比較卡牌最下面的一行數字，投手牌的數字始終在右下角，擊球手的牌上只有 M 和 J 2種擊球方式有對應的數字，分別在左下和右下。如果防守方數字更大，擊球手出局；如果進攻方的數字更大，則出現安打。如果數字相等，投手獲得一個好球；如果數值相差過大，會出現雙殺或者是本壘打。短打 B 沒有數字，如果命中直接觸發上壘，用掉1張牌會再抽1張，始終保持有5張手牌。在比賽前設置的力量點數可以用於增加牌上的數值，但要注意使用後力量點數就會永久下降。一開始主角的力量值是明顯高於其他的角色，隨着比賽的獲勝，被擊敗的其他學校隊伍裡的部分角色可以加入我方，還有額外的力量點數，這樣就能不斷的充實陣容並獲得力量點數更高的選手。按照這種方式擊敗全部的隊伍就能通關。這款遊戲在整套的規則下策略性還是很不錯的，但僅僅是卡牌上的策略，並不能聯繫到棒球比賽的策略，運氣的成分所占的比重比較大，遊戲節奏很慢。一場棒球比賽下來至少要30到40分鐘，卡牌的類型上也還有進一步打磨的空間。個人評價2星半。超人棒球，這又是一款棒球遊戲，由文化大腦開發和發行。紅白機上的棒球遊戲介紹到這個階段已經相當的多了，用現在的話說，這個領域已經從藍海變成了紅海。在同樣的機能的條件下，想要在已經成熟的众多同類作品中有所突破，就得找到新的路子。按照日系廠商的套路，讓棒球遊戲走上超现實的方向已經成為了必然。本作除了日版，還發行了一個美版， NES 版的名字是棒球模擬1000。美版在投球和擊球時的畫面比例、场景布置和人物造型與日版有些區別。開始的遊戲模式有單場的公開賽、賽季模式，也能自定義聯賽和進行編輯。在隊伍的選擇界面，前2行的12支隊伍是普通的球隊選擇，當然這裡日版和美版的隊伍和隊員是不一樣的。第3行有6支超級球隊，第4行是從普通和超級队伍中混合隊員創建自定義的聯賽，有6個可選的球場，包括虛構的太空球場，之後可以定義出場的陣容。如果只是常規的遊玩，遊戲的風格和南夢宮的棒球比較像，基本的玩法就不多介紹了。本作最大的特色是有各種超现實的魔球和超级打擊，投手、擊球手和外野手有不同的必殺技，通過消耗超级點數使用各種必杀技。防守時，投手有10種魔球必杀技，像是黑色鐵球直接可以將對手的球棒打斷，停止球能讓投出去的球在空中任意的位置停下来一段時間，然後再繼續飛行，蛇形球讓球不停地扭動，
分身球讓球出現影分身等等。外野手有5種必杀技，相对投手來說作用要小很多，像是超级速度、超级滑铲、回傳球加速。比較搞笑的是超级跳躍，可以跳得很高。擊球手也有10種擊球的必殺技：大地震擊球，擊中球的瞬間觸發地震，讓防守隊員無法移動；流星擊球，擊中球後球棒折斷，折斷的碎片會清除上來接球的防守隊員；炸彈擊球，讓球變成一顆炸彈，接球手碰到之後會直接爆炸等等。如果投手和击球手同时发动了必杀技，效果就会互相抵消。这款棒球游戏基本的素质还是不錯，加上有了超现實的創意元素，玩起來還是有些新鮮感的。後來也出了不少續作，不過如果自定義隊伍的話，能夠創造出很大的實力差距，就沒有什麼平衡性可言了。個人評價3顆星。龍珠3悟空傳，萬代發布在紅白機上龍珠系列的第3部作品，之前的2部分別是1986年11月的神龍之謎和1988年8月的大魔王的復活，分別在第14期和第39期介紹過。本作的系統玩法延續了第2部，在此基礎上做了少量的調整，大體上還是文字冒險結合棋盤卡牌的 RPG 形式。這一作的故事從原作最開始悟空的少年時代一直到青年時代，基本上涵蓋了龍珠自己之前的全部劇情，但有些劇情做了修改。在棋盤地圖的部分，規則相比之前要簡化得多，在下方的5張卡牌裡選擇1張，根據選擇卡牌上龍珠的星數走格子，空白的方格大部分的時候都不發生事件，少數的時候也會遇敵。停在卷軸圖案的方格上是訓練修行，通過比卡牌大小的方式進行，面對不同的角色時，比大小的規則也略有區別，完成後能獲得少量的經驗值。膠囊屋的方格，從布爾瑪的5張卡牌裡抽1張，翻開後獲得對應的道具。來到問號的方格，可能有2種情況，一種是牛魔王出現，用5張新的卡牌替換現有的手牌；另一種是爺爺悟飯會出現，玩一個配對的迷你小遊戲。當來到骷髏頭圖案的方格，以及後面會出現的兔子、紅緞帶和惡魔的方格都是戰鬥，戰鬥的系統也是通過和對手比較卡牌。龍珠的星數是攻擊力，哪一方的這個數字更大就作為攻擊的一方，但也有例外，1顆星要大於7顆星。卡牌右下方漢字顯示的數字是防禦力，中間的漢字表示攻擊的種類，有出拳、踢腿、身體撞擊、連續攻擊、武器攻擊、必殺技、特殊技等等。累積經驗值升級後可以自由加點，有速度、力量、技巧和韌性4個屬性。力量和技巧分別是對雜兵和 BOSS 的攻擊力，韌性是防禦力。當在地圖上遇到特殊角色或者到達特殊圖片的大型方格時，轉化為文字冒險的形式。和前作一樣，這個部分主要是呈現故事、推動劇情。畫面從上到下依次顯示信息、圖片和指令選項，選擇正確的指令推進故事。另外，本作還在這個部分加入了 3D 迷宮的探索，不過迷宮很小而且比較簡單，迷宮裡也可能遇到敵人觸發戰鬥。棋盤地圖被分割成了多塊，完成一個地圖的故事內容之後，進入下一張地圖，並且每張地圖還有一個等級的上限。像雅木茶、克林等人作為同伴也會出現，但戲份都很少，聊勝於無。還有阿拉蕾和拉蒂茲2個隱藏的人物。相比前一作，本作的故事跨度更大，也更完整，和後來的龍珠自己銜接上了，基本上快要和當時的動畫同步，所以銷量很不錯。卡牌的系統上有一些優化，不過戰鬥和人物成長的平衡性依然不佳。總體來說，豐富的內容和 IP 的熱度依然讓本作有遊玩的價值。個人評價3顆星。壘球天國由東星開發、東京屋發行的一款壘球遊戲。壘球比賽的規則和棒球類似，國際上的女子比賽多是壘球。本作發行了2個版本，壘球天國是日版名，還有一個美版，遊戲名叫做達斯蒂戴蒙的全明星壘球，發行方是 Brood Bond。2個版本的主要區別是人物的頭像和圖形不一樣。本作也不能算是常規的壘球比賽，加入了其他的元素。雙人對戰的話是單場的表演賽，單人遊戲裡要在5個場地上挑戰不同的對手，
每個場地都有獨特的場地特性和不同的影響。之後在60個角色當中選擇10個組成自己的隊伍，電腦也會同步選擇角色，有些像學校裡打野球選隊員，剩餘的角色組成電腦的隊伍。這些角色的頭像有普通人，還有動物和怪物，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獨特的屬性，屬性包括了擊球力、跑壘力、防守力和體力。另外，有的队員還擁有特殊的能力，不過這些特性只能在說明書裡查看，在遊戲裡是沒有顯示的。而美版的選擇界面裡有6個比賽的场地，比日版要多一個。在角色選擇的界面，動物和怪物的頭像被替换成了不同面孔的人物头像，在比赛當中的人物形象也会有些不同。来到比赛裡，玩法和普通的棒球游戏差不多，但相对簡化。垒球比赛只打7局，球超過扇形区域的邊界後落地就是本壘打。操作上和其他的棒球游戏有些区別的是，投手按下 A 键是上手投球， B 鍵是下手投球。實際上，這款遊戲的核心是了解60個角色不同的特點，並以最合理和高效的方式組成隊伍。如果選了不合適的球員，在不同的位置就會各種犯錯。投手就不用說了，不擅長投球的人擔任投手會很危險。如果選擇了跑動慢、防守差的外野手，不但難以追上球，還容易掉球。單人模式裡擊敗了其他的5個電腦組成的隊伍之後，最後還要面對一支亞馬遜隊，全部由女隊員組成的超級隊伍。這部作品雖然有一些新鮮的設計，組建自己的隊伍也有點意思，但要搞清楚每張臉對應屬性的特點，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實際遊玩的過程和普通的棒球遊戲差異也並不明顯，個人評價2星半。職棒大聯盟，這期的棒球遊戲還沒完，這是艾瑞姆的一款棒球遊戲，是一部根據同名電影改編的作品。電影還有一個譯名叫做《無敵波霸》，是一部喜劇片，講述了拉斯維加斯的前歌舞女郎瑞秋繼承了已故丈夫手中的克利夫蘭印第安人棒球隊，在虛構的大聯盟的一個賽季裡發生的各種故事。雖然擁有電影的授權，但實際上也是標準的棒球遊戲，球員、球隊和球場的名字均為虛構，以當時日本的6支職業棒球隊和4支美國的職業隊為藍本，再加上4支虛構的隊伍，共14支球隊，字母 I 代表電影裡的印第安人隊。本作沒有其他的模式，只有單場的對抗電腦或者雙人對戰。另外有一個小的練習模式，來到比賽內基本上是對南夢宮家庭棒球的模仿。操作上稍有區別，因為揮棒時不能停頓，所以按下 B 鍵是短打。擊球手的圖形有胖、瘦、中等3個類型。裁判的聲音使用了合成語音，在更換投手和出現本壘打時有特殊的動畫。這是一款素質很普通的棒球遊戲，沒有太大的毛病，但也完全沒有突出的特色。遊戲的模式也太單一，考慮到同類的作品實在是太多了，完全沒有選擇它的理由。個人評價2顆星。田代君，由東星開發 Epic 索尼發布的一款橫版動作作品。索尼到目前在紅白機平台發布的遊戲並不多，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和現實中藝人相關的遊戲內容。本作代言的藝人叫做田代正，早年是一名喜劇演員和歌手，不過從2000年以後多次因為刑事案件被抓，藝人形象也徹底垮塌。本作除了紅白機的版本，在 MSX2 平台由 HAL 發布了另外一個版本。遊戲的故事主題是要讓田代君營救陷入困境的4位公主，對應的前4個關卡可以按任意的順序進行，都是類似超級馬里奧關卡的形式，橫向移動有多個平台和陷阱。主角的攻擊方式是扔溜溜球，可以向前方或者是上方發射。畫面右上方的爱心数值表示剩余的生命，消灭敌人掉落的爱心或者其他的图案可以增加生命值。由于補充的爱心很充分，基本上被敌人攻擊的威脅要遠小於落入各種陷阱或者平台跳躍的失誤。關卡裡有隱藏的武器升級道具，像是三角形的圖案能讓溜溜球同時發射3個，再獲得道具還有可能同時發射4個，也有能增加射程的，但更主要的武器升級是過關後獲得的魔法能力，能夠強化溜溜球的射擊。前面的4個關卡都有一套統一的模式，先在室外的場景，通常都有很多的平台，一段路程之後进入一個城堡，城堡裡的场景有多道门相連，
有些類似迷宮的性質。在這裡要先找到一名同伴，他會幫助解鎖城堡裡 BOSS 和關押公主的房間，之後前往消滅 BOSS， 救出公主。BOSS 被擊敗之後，城堡開始垮塌，還要帶着公主順利逃脫才能過關。每過一關得到一種強化的魔法，包括高攻擊力，能燃燒敵人的火焰，將敵人凍結的冰魔法，也能作為跳躍的平台，還有將敌人變成石頭的魔法，效果類似冰塊，以及一個讓子彈擴散的魔法。最後一關是一個俯視角的場景，主角化身為穿着盔甲的騎士，一段推进後進入空中的堡壘，场景類似初代塞爾達裡的迷宮。在這裡面對最終的 BOSS， 和最終的 BOSS 見面之後有一段對話，出現不同的選項，選擇可以戰鬥的選項，擊敗了 BOSS 就會迎來好結局。如果選擇了退縮的選項，就不用戰鬥，選一個公主結婚，直接進入壞結局。這部作品從畫面上來看還過得去，但作為动作遊戲的操控性實在是太糟糕了，特別是在橫版的部分，想要模仿馬里奧的操作手感，但相當的失敗，慣性太大，也有加速衝刺跳躍的設計，但距離很不好控制，再加上很多地方平台的設計與跳躍動作的結合相當的不合理，實際遊玩的體驗就比較差。個人評價2顆星。麻將大會，這是光榮發行的一款麻將遊戲，最初1987年發布在電腦端，紅白機上是一個移植的版本。這個遊戲成為光榮在紅白機上到目前為止價格最低的一款，但也賣到了7800日元。麻將大會也形成了一個小的遊戲系列，後來還發布了幾款續作。這是一款4人麻將，有雀莊模式和大會模式2種。大會模式相當於錦標賽，16名選手分成4桌打麻將，勝者晉級直到奪冠，還可以下注預測獲勝者。雀莊模式主要用於贏得投注資金。既然是光榮的麻將，公司旗下其他遊戲的角色紛紛登場。15名角色裡包括了信長野望、三國志和蒼狼與白鹿裡的主要人物。你可以和大人物們坐在一起打麻将，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獨特的打牌風格，也有強弱的分別。在牌桌上，這些角色也會時不時地說一些話，表情也會隨之改變。遊戲裡的 BGM 也會隨着人物變化，並大量運用了其他遊戲裡的音樂。在當時的麻將遊戲裡，加入特殊人物的這種玩法算是有些特色，後來這個套路也被用爛了。個人評價2顆星。俄羅斯方塊，這是紅白機上第2款俄羅斯方塊遊戲，第一款是防弹軟件1988年12月推出了一個日版，而這一作是任天堂發行的一款 NES 的獨佔版本。在這個版本當中，開始可以選擇2種不同的玩法，類型 A 和類型 B， 同時可以選擇3個不同的 BGM 作為背景音樂。如果是類型 A， 先選擇一個難度級別，不同难度方塊下落的速度不同。這個類型的玩法就是不斷消除獲得高分。畫面的右側有下一個方塊的提示，左側是不同形狀方塊累計的總數，每消掉10行提升一個等級。在前面的難度等級下，速度隨着等級的提升會加快，從第10級開始往後，遊戲的速度僅在第13、16、19和29級提升，不過到了19級的時候已經相當的快了，29級基本上就超過了人的正常反應的時间。這個模式下結束遊戲後，有一段火箭發射的動畫，根據分數的高低，發射物體的大小會不一樣，從最小的袖珍火箭到航天飛機，甚至連大教堂都可以發射。如果是游玩類型 B， 底部增加隨機設置的障礙物，要先選擇級別和障礙物的高度，進入到遊戲當中，消掉25條線就算是通過。雖然這個版本也不是我們小時候玩的最多的一版，缺少了雙人遊戲的模式，不過玩法也還是相当的經典，結束時發射火箭也非常的有趣。個人評價3顆星。飛向地球，任天堂發行了一款 NES 獨佔的光槍射擊遊戲，需要外接光線槍遊玩。在這個時期，包括任天堂的一些廠商還沒有完全放棄光槍遊戲，偶爾還是可以看到該類型的遊戲推出。有一個科幻的背景設定，2050年被稱為拉各斯的外星人用一種卑鄙的細菌武器入侵了地球，人類正面臨滅絕的危險。主角要執行一項特別的任務，必須要突破入侵者的防線，將來自海王星地球聯軍基地的一種抗菌劑帶回地球。
遊戲內的視角是模擬坐在飛船內部，用光槍射擊屏幕上飛來的敵方飛船和他們發射的導彈。畫面下方黃色的長條是飛船的護盾值，除了被敵人攻擊，這個護盾值隨着射擊也會不斷的消耗，但命中敵人的話就會恢復。所以這是一款很強調命中率的射擊遊戲。有時在屏幕的角落會出現道具，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強烈的炸彈，射擊它能瞬間清除屏幕上的敵人。另一種是我方友軍送來的護盾補充，總共4個關卡，分別是天王星、土星、木星和地球。關卡的末尾都有 BOSS 戰，過關後會顯示分數結算和射擊的命中率。這款遊戲的畫面和音樂其實還是不錯的，圖形縮放體現的移動效果看着很流暢，不過能夠看得出敵人移動速度非常的快，到後期敵方數量和導彈也很多，光槍的快速移動和連發射擊經常趕不上畫面。因此游戲的整體設計忽略了光槍的實際性能，造成了一個不合理的難度，算是讓這款遊戲徹底的失敗。個人評價2顆星。迷刺喜多真道中由 HAL 发行的一款文字冒險類的作品，改編自日本江戶時期的滑稽本。滑稽本是通俗小說其中的一種類型，通俗小說在江戶的後期統稱為細作，細作的作者被稱為細作家。本作滑稽本的名字叫做東海道中犀利毛，犀利毛就是用自己的膝蓋代替馬匹，即徒步旅行的意思。書籍發行於19世紀的初期，故事中的主人公弥次郎兵衛和喜多巴兩人合稱弥次喜多，描述二人由東海道在前往神宮、京都、大阪旅途中發生的各種喜劇故事。遊戲裡，弥次和希子因為家中的主導權而大吵了一架，於是離開了家，和自己的搭檔喜多開始了旅行。隨後妻子也一路追趕。系統上屬於常規的文字冒險，沒有什麼特色。畫面上方是場景圖片，下方顯示人物對話。在需要選擇指令時，信息框就會變成指令選項，也都是常見的查看、對話、移動這些指令。解謎沒有太大的難度。既然是滑稽本改編，本作的主要特點是通過文字冒險的形式呈現喜劇故事，分成了6個章節，每個章節都是旅行到一個地點，然後在當地發生事件，融合了一些歷史事件，並加入了奇幻的元素以及一些現代元素的惡搞。像是第3章，兩人要尋找草剃劍，擊敗幽靈，而幽靈是織田信長的鬼魂。還有一個叫做三郎的角色，他在抽煙時同時展現出推理能力，這是向神宮寺三郎系列的致敬。遊戲的重點放在了對於喜劇故事的改編和呈現，這一點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但大量的文本內容和相關文化並不適合國外的玩家，同時也缺乏更豐富的遊戲元素。個人評價2顆星。巫術魔動由夏目公司開發的一款 3D 地牢 RPG 作品，分別由夏目和泰東發行了日版和美版。遊戲的這個中文譯名不太準確，可能是想蹭巫術的熱度，但其實跟巫術並沒有什麼關係。原名直譯叫做地下城與魔法元素之劍，它高度模仿了80年代中期西方著名的電腦遊戲 Dungeon Master。這款遊戲以 3D 地牢結合即時戰鬥的動作元素而聞名。500年前，格蘭維爾王國的偉大戰士馬吉擊敗了邪惡的領主達爾賽斯，並將他流放到遙遠的國度。如今黑暗領主又回來了，馬吉已經去世。主角作為冒險者，要找到馬吉曾經使用的5把元素之剑和名為托雷斯的聖剑，用來擊敗達爾赛斯。遊戲的視角是一個完全的第一人稱 3D 的形式，不管是在大地圖、城鎮和地牢迷宮，視角都是一樣。主角開始什麼都没有，和国王對話，獲得一些錢和初始的武器，買點裝備就可以去打怪升級。本作的交互界面很直觀，上半部分是场景畫面，對話時切換成對話的信息，下半部分左邊顯示人物的狀態，已裝備的武器和防具會顯示在小人圖案的身上，還有人物等級、金錢和經驗值這些信息。右下方相當於菜單欄，有5個方塊圖形，第一個劍的圖案表示攜帶但並沒有裝備的武器和防具，最多帶10件，防具有頭盔、手套、衣服、褲子、鞋子和盾牌這些類別。這些裝備的真實攻擊和防禦力是無法查看的，只能通過實戰來檢驗。第二個藥瓶的圖案是消耗用品欄，包括了各種治療藥水，最多攜帶15件。第3個法杖的圖案是法術欄，
有土、水、火、風和妖精5種元素的魔法。第4個鑰匙圖案類似於使用的指令，用來開門或者打開寶箱。第5個帳篷的圖案用來露營，同時儲存食物和水。露營能恢復生命值。本作的最大特色當然是即時戰鬥，敵人在地圖上到處遊蕩，碰到了就直接開打。另外一大特色是魔法的符文系統，每種魔法元素主導一種類型，像是火系主攻擊，水系防禦，土系主恢復，風系是旅行類，妖精是探索類。每類魔法元素又有自己獨特的幾種符文，將這些不同的符文相互組合，得到花樣繁多的魔法效果。整個世界被劃分為16個區域，每個區域又被劃分成了16行和16列，也就是一個區域有256格。本作從系統和技術上來看相當的不錯，儘管有時候操作和表現出来的效果並不太好，但在紅白機上實現這種3D 地牢的實時戰鬥並不容易。到目前介紹了紅白機上夏目開發的遊戲，在技術方面都很不錯，但遊戲最大的問題在於戰鬥的難度太高，開局的難度更是變態，遠超過巫術的開局，一度被歐美玩家歸為紅白機上最難的 RPG 遊戲之一。隨着遊戲內時間的推移，怪物還會變得越來越強，僅就這一點讓能夠堅持玩這款遊戲的人就很少。個人評價3顆星。沙灘排球由 Technos 制作的一款排球作品，這是一個街機的移植遊戲，街機原版是1988年發行，也是 Technos 開發的。紅白機上的版本，日本本土由 Technos 發布， NES 的美版和歐版任天堂代理發行。FC 版和 NES 版主要在遊戲的模式上有些區別，在日版裡可以選擇單人或者雙人的錦標賽模式，也有單場對決的多人模式，支持最多4名玩家同時遊戏，很適合聚會遊玩。在錦標賽的模式裡，比賽前可以選擇隊伍，有4支不同的队伍組合，其中包含了雙截龙兄弟比利和吉米的2人組。4個隊伍各有側重點，有平衡型、攻擊型、防守型和速度型。除了選擇角色，還可以選擇自己所代表的州。另外，在自定義設置裡還能調整遊戲難度和改变比賽的規則。在 NES 的版本裡，進入錦標賽模式後有3個子模式，分別是練習、美國巡迴賽和世界杯賽，相當於從簡單到困難3種難度。美國巡迴賽是在美国的国內，世界杯模式要和其他的国家进行对決。来到比賽裡，操作很簡单，方向鍵控制人物移动，球的落点呈现有一個準心的圖案，根據它來判斷位置，合適的時機按 A 鍵觸球，接球、傳球和扣球都用 A 鍵，人物起跳用 B 鍵，有一個特殊的超級扣殺，扣球時按 B 鍵起跳，在空中連按3次 B 鍵會激發一個彩色的圓點，此時如果扣球就能用出超級扣殺。這款體育遊戲作為小品級的休閒遊玩還是很不錯的，多人模式也會很有趣，操作的時候會有一種在打雙截龍或者熱血系列的錯覺。個人評價3顆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如果您喜歡這個系列，還請多多支持，咱們下期再見。